海南封關後變得怎麼樣了呢？我現在正在中國海南楊浦港封關，不是封起來，而是開放的更加徹底。你看看我身後的集裝箱，它們並不是簡單的進出港口，而是在一個新的制度框架下流動。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只是為了免稅，真的需要封關這麼大的制度工程嗎？是為了多賣點免稅商品，還是為了重塑中國和全球貿易的接口呢？再問一個問題，在全球供應鏈重構、製造業東南亞轉移的背景之下，海南是不是正在成為中國鏈接東盟的前置港呢？那對企業來說有哪些利好呢？那如果你是做跨境電商的呢？封關對你意味着什麼呢？如果你是做金融的呢？封關對你又意味着什麼呢？我們先來看看官方的政策文件是怎麼說的。這個是官方的一個平台，網址我放在這裡了。網站裡其中一張圖是這麼說的：對標中國香港、新加坡和迪拜，成為帶動世界經濟運轉的樞紐。那麼在中國的地位呢，就像是40年前的深圳，30年前的浦東新區。好，那麼我們就回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什麼是自由貿易港？我們把這個詞拆開來看，自由加上貿易加上港，那什麼是港？它是連接陸地和海洋，連接生產和消費端的。就像是我身後的楊浦港，貨物在這裡集散，供應鏈在這裡重組。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港口，就只能夠是內循環了。有了港口，一個地區才真正進入了全球分工體系。港是進入世界市場的大門。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規律：工業革命之後，最早崛起的全球經濟中心，幾乎都是依托着優良的港口。為什麼呢？因為工業革命改變的不只是生產效率，還有市場半徑。再強的工厂，如果產品只是能夠賣到隔壁縣城，也是變不了財富的。港口讓商品跨海，讓市場從城市變成世界。19世紀的倫敦，20世紀的紐約，後來的新加坡、迪拜、香港，幾乎都是港口城市啊。以及我們最發達的城市上海、深圳，它也是有港口的。貿易是什麼呢？貿易不是簡單的買賣商品，它是全球分工體系的運行方式。不同的國家在技術、資源、勞動力、資本上的差異，通過貿易被重新排列了。有人負責設計，有人負責製造，有人負責融資，有人負責消費。貿易的本質不只是商品的流動，而是價值鏈的重組。如果只是為了買賣，直接把貨拉到倉庫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封關呢？為什麼要去設計這麼特殊的監管體系呢？其實答案非常的清楚，封關不是為了過貨，而是為了升值。比如這份關於調整海南自由貿易港原輔料零關稅政策的通知，新增了297項商品進入零關稅原輔料清單，未烘焙咖啡、乙烯、機器零件等等都在其中。截止目前，納入零關稅範圍的商品已經是達到了6637類。這規模絕對不是為了讓貨物簡單的過境，如果只是從境外進來再直接轉運出去，政策幾乎是發揮不了作用的。因為零關稅有前提，必須是用於海南島內生產或者是加工經營，接受海關監管的。這就是制度的核心邏輯，鼓勵加工，鼓勵增值，低成本經營。零關稅的本質不是讓進口更加便宜，而是通過稅制的設計，把原本只是路過的原材料留在島內參與生產，形成利潤，再進入更大的市場。換句話來說，它不只是在做轉口貿易，而是在推動海南自己的制造業體系的成長。國外的原材料加上海南的加工，加上中国內地龐大的市場，這一整套組合拳，這就是角色的重新排列了，直接把海南從價值鏈的末梢推向了樞紐。而這種分工不僅僅是楊浦港，比如說是海南臨高有一個金牌港，它的定位就不是簡單的出海港口。我在網上查到是這麼寫的：重點發展新型建築產業、海洋裝備製造產業、糧油加工及物流3大主導產業。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海南正在做的不只是建幾個港口，而是在重構一張產業地圖。但是如果看得更加深刻一點，貿易的流動本質上就是貨幣的流動。貨物在哪裡加工，利潤就在哪裡形成；利潤在哪裡形成，資金就在哪裡沉澱；資金在哪裡沉澱，金融服務、人才、總部經濟就會跟着聚集了。
貿易是金融的母體，金融從來不是憑空出現的。當貨物頻繁的流動，結算需求就會出現；當結算規模擴大，融資需求就會出現；當融資規模擴大，風險對沖、衍生品交易、資本市場就會出現。歷史上大多數頂級的金融中心都是誕生於貿易樞紐的。比如新加坡最初只是馬六甲海峽的轉運節點，但是當全球的能源、礦產在這裡集散，大宗商品交易在這裡形成價格，結算需求和避險需求就會迅速的擴大。它逐漸發展出強大的離岸金融體系，香港也是如此的。所謂的金融中心，首先是一個貿易與資本流量的樞紐，不是因為它先有金融，而是因為它先有貿易流量啊。所以回到自貿港的網站，這裡就寫着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海南自貿港注定是帶着金融野性的。有人說，不是有上海金融中心了嗎？沒有錯，但是上海服務的是國內人民幣的體系，服務的是國內資本市場。但是海南金融的想象力是來自於它被賦予的那幾個字：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該怎麼理解呢？我們可以從最近發布的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資產管理試點業務實施細則看得更加清楚。這份文件是有幾個非常關鍵的信號，它明確了境外投資者可以直接參與，可以投資跟海南自貿港內金融機構發行的理財產品、公募基金和私募資管產品等等。而且產品的譜系是非常完整的，以前的跨境投資渠道往往是限制很多的，底層資產單一，但是現在是可以投的產品覆蓋了 R1 到 R4 的級別，從低風險到進取型的資產都是有的。但是更加關鍵的是，資金匯入，然後投資，然後贖回，全程是人民幣的閉環。這一點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為什麼呢？因為人民幣國際化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用出來的。當境外投資者可以用人民幣投資中國資產，用人民幣贖回收益，再用人民幣進行下一步資產配置，人民幣就不再只是貿易結算貨幣之一，而開始承擔着資產定價和投資貨幣的功能了。這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一步了。過去人民幣更多的是在貿易環節當中使用，現在海南的制度的設計裡邊，它開始進入了資產管理和資本配置的層面。貿易解決的是貨怎麼走，資產投資決定的是錢怎麼流。如果人民幣能夠在跨境資管產品當中實現真正的閉環流動，海南就不只是一個貿易港，而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節點了。當然，這不會是一蹴而就的。金融中心靠長期流量、制度穩定性和市場信任是共同積累的結果。但是方向已經是很明確了，海南正在測試的不是免稅，而是人民幣與全球資本更加深層次的鏈接方式了。那麼問題來了，新加坡、迪拜憑什麼鏈接世界呢？因為港口很大嗎？不是的。是因為稅率低嗎？也不完全是。真正核心的就兩個字：自由。但是注意了，這裡說的自由不是說沒有人管，而是規則清晰下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口頭的承諾，而是制度的保障。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必須要提到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這個是國家層級的立法。它在第2條裡寫的是非常清楚的，實現貿易、投資、跨境資金流動、人員進出、運輸來往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你看，跨境資金流動被單獨列出來了，不是附加項，而是核心的目標。再看看52條，經批准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指定賬戶或者是特定區域經營離岸金融業務。離岸這2個字是寫進法律裡邊的。新加坡能夠鏈接世界，是因為它的資本可以進出；迪拜也能夠鏈接世界，是因為它的資金可以自由調度。而海南現在是被法律明確的賦予了主權框架內探索的這種自由。所以其實你會發現，新加坡、迪拜真正吸引你的不只是地理優勢，而是制度優勢。他們給全球資本的是確定性、規則清晰、邊界明確、流程可預期。資本不怕監管，資本怕的是不確定。海南如果要真正的鏈接世界，拼的不是港口噸位，拼的也不是稅率優惠，拼的卻是這部法律背後的制度兌現的能力。好，那麼問題來了，打開地圖，我所在的楊浦港是在海南的西北角，包括金牌港也在這個角度。他們再往外是北部灣，是南海，是整個東南亞。
它憑什麼可以成為中心呢？它既不在太平洋的正中央，也不在印度洋的中心。但是真正的中心从來不是稽核的中心，而是流量交匯點。海南就卡在這條南向軸線上，而且產業鏈在向南移，這個是現實。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製造能力在增強，但是能製造東西不等於能夠掌控貿易吧？製造能力增強並不代表金融結算、航運中轉、風險管理能力的同步成熟啊！這就是海南的機會了。他要做東門工廠的離岸大腦，當然這個是我結合資料產生的個人想象，不一定是事實。什麼是離岸大腦呢？東南亞的工廠很多是分散在基礎設施落後的小港口，依然只能靠支線的小船慢慢的挪，他們往往在新加坡完成中轉。為什麼要中轉呢？一個遠洋航線的大船可以裝2萬多個的標準集裝箱，不可能去每一個小港口挨個的靠泊吧？原因很簡單，第一，水不夠深；第二，貨不夠多。單一的東南亞小國的單港集貨能力根本是餵不飽一艘遠洋巨輪的。航線設計是講究規模經濟的，所以我所在的楊浦港為什麼要建設20萬噸級別的規模呢？它想成為超級樞紐港。那麼假如一艘裝了2萬個集裝箱的巨輪，目的港是美國的舊金山，它要往瓊州海峽走呢，還是要往三亞去繞呢？所以海南不是靠規模吸引全球，它靠的是地理樞紐加上制度疊加加上航運換乘。當一條航線規劃時，貨主看的不是港口現在的吞吐量，而是在這裡中轉是不是更加節約時間呢？利用加工增值30%免關稅是不是更加省成本呢？利用 EF 賬戶和全程人民幣閉環是不是更加省結算摩擦呢？海南今天不是全球航運中心，但是它正在成為全球供應鏈重構當中的關鍵一戰。所以封關之後的海南到底變得怎麼樣了呢？它沒有一夜之間成為新加坡，它也沒有突然變成全球航運中心。碼頭上依然是集裝箱，依然是吊機，但是改變發生正在更深的地方，規則和稅收。過去這裡是港口，現在這裡是街口。過去貨物只是經過，現在制度試圖讓利潤留下來，並對內形成流動。過去人民幣更多是用於貿易結算，現在它開始進入資產配置與跨境投資的場景。它不一定是能夠成為最大的港口，但是它可能成為最敏感的節點。新加坡用了幾十年，香港用了半個世紀，迪拜也不是一夜之間建成的。金融中心從來不是靠宣言，而是靠時間。海南今天只是測試階段，但是方向已經是很清晰了。它不是在測試免稅，它是在測試在主權框架之內是否能夠創造出一種更高水平的自由。好了，我說完了。這次在海南的調研走訪了很多的地方，感謝海南的朋友們的支持，再見。